各位观众，大家好呀！我是原声带慢刀手。今天我们又来开箱一款 HiFiMan 的耳机。众所周知，上一次我们是开了这个 HiFiMan 的 Susvara Unveiled 版本这个耳机。我本来以为这个 Unveiled 版本的这个代号呢，是只会用到他们家的平板旗舰上面，但没想到呢，这次 HiFiMan 竟然端出了一个 HE1000 Unveiled 版本。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也许之后也会有这个 Aya Unveiled 的版本，甚至于说是这个 Ananda Unveiled 的版本出现呢？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当然呢，很多这个关注 HiFiMan 的朋友们可能是有了解的，这个他们家之前的次旗舰 H1000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是有过一次大幅度的降价。这次降价呢，可以说是让这个 H1000的性价比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准。那这次这个 H1000 Unveiled 版本的定价呢，是接近于 H1000 上市的那个价格。那到底这个 H1000 Unveiled 版本呢，它是这个旧瓶装新酒啊，换汤不换药呢，还是说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体验、新的东西，能牢牢的接过这个 HiFiMan 平板阵容次旗舰的这么一个大旗？我们现在马上把它打开来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这套样机是全新的，所以说最外面还是那个熟悉的 HiFiMan 运输箱，里边呢则是由这个气泡膜包裹的这个耳机本体。从包装箱上不难看出，这个 H1000 Unveiled 呢，确实是定位很高的次旗舰的这么一个水准的产品。它的这个包装不同于 HiFiMan 相对于入门中端的那些牛皮纸的这种包装，而是给了一个这种皮革材质的一个蛮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箱子。打开包装盒，还是熟悉的这个产品序列号。然后 HiFiMan 的引以为傲的他们平板单元所使用的这个隐形磁体技术的一个小的介绍卡片。打开包装盒，里面这个耳机的封套呢也是似曾相识。看我们之前视频的朋友们呢，肯定会记得当时的 Susvara Unveiled 的版本呢，也是给耳机单元两边一侧呢包了一个小小的这样，好像是穿了一个袜子的这么一种保护措施。因为这个 Unveiled 版本的振膜呢，它是非常的轻薄，可能我们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要相对的小心一点。而 HiFiMan 呢，在运输过程中，它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振膜的性能，它是给了一些保护的措施。我们现在来看耳机本体。不同于之前 H1000 SE 的那个百叶窗风格的设计造型，我们这次 H1000 Unveiled 呢，它也是采用了类似于这个 Susvara Unveiled 的这个外观设计。中间是类似于一个这个太阳能热水器的这么一个管状的结构，然后侧边有一圈开孔，应该是为这个调音理念所做出的一些服务性的措施。头梁的设计呢，就和之前的 HiFiMan 的大部分平板耳机是保持一致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线材方面的配置呢，给到的也是比较充足的，有这个 3.5 单端的线材，有这个卡农平衡的线材，还有这个 6.35 单端的这个线材。给到这3条线材呢，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立刻就接驳我们手头现有的器材。这边还有2个 Unveiled 技术所使用的这个保护盖呢，是一边放了一个，也是由这个小袋子所包装起来的。这次 Unveiled 所谓的盖板，它和 Susvara Unveiled 的那个盖板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在这个耳机盖板的内侧呢，是使用了这个碳纤维纹路去作为一个装饰。而不像这个 Susvara 是完全使用了两边类似的这种金属纹路。当然这个应该仅仅只是纹路而已，我摸上去感觉并不像是真正的碳纤维，应该只是一层贴纸，这个就是 HiFiMan 的传统异能了。
好了，这副耳机装上盖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造型。因为是刚刚打开的机子，具体这个耳机它声音怎么样啊？我现在马上去听一下，一会儿给大家简简单单的说两句。我刚刚也是简单去品了一下这个全新的 Onveil 的 H1000，分别尝试了低配、高配的两套机器，也和 H1000 SE 去做了一个对比。低配搭配我选择的是玉龙的 DA1，算是一台1万元左右相当不错的一台解码耳放的一体机。H1000 Onveil 的呢和 DA1 搭配起来，声音完成度已经是非常的高了。开声与 H1000 SE 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声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进步。开声与 H1000 SE 最大的区别就是声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进步。H1000 SE 相对来说是一个横向声场稍窄，人声贴耳一些，整体走向偏向于中高频的这么一副耳机。它的中高频呢华丽精彩，但是相对来说低频速度很快，声底没有那么结实，高频在聆听某些歌曲时也容易飘，这些问题也限制了 H1000 SE 对曲风的适配度。但是这些问题在 Onveil 的版本中，就是即便在接驳 DA1 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H1000 Onveil 的横向声场是宽阔无比的。本身 HiFiMan 这个新平板单元的技术，它这个解析力就是非常爆炸的。如果声场给的不够的话，其实是可能出现这些细节呢打不开，算是显得拥挤，比较影响听感的这种情况的。好在 Onveil 的因为声场它给的是足够宽的，音乐元素在声场中排布是比较有条不紊、信手拈来的这种感觉，反而这一套搭配听下来呢是很放松舒服。不是那种紧张严肃的感觉，低频的速度相对要放慢一些，也让这个声底更稳，多了一些气势感和氛围感。中高频方面也是在延续前作的细腻精致的基础上，整体打得更开、更蓬松一些，多了一些自然弥散的感觉，听感甚至于有些像这个音响设备去靠拢的感觉。我们再拿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森海塞尔 HD800S 来做对比。800S 呢也是声场很宽，鼓点表现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耳机，但是相对来讲 800S 人声要干涩一些，它声音摊开来会显得稍微薄一点，厚度是没有那么强的。我们打个比方的话，如果您从 HD800S 升级到 H1000 Onveil 的话，会感觉声音的细节是它要给的更充分一些的，然后人声的厚度和韵味也是有一个飞跃级的进步的。我的高配版搭配其实是 Rockna Wavelight，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小罗，再去搭配 Oris 的海德纳耳放。H1000 Onveil 的此时声场已经非常接近 Susvara Onveil 的那个表现了，声音的气势感也会与在接驳 DA1 的情况下拉开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其实最令人意外的还是这个 H1000 Onveil 的我们接到小尾巴上面的表现，即便是我们拿 Onveil 的原线去直接 3.5 去接乐比的 W4 这种小尾巴，我们拿这副耳机来听听一些流行歌曲的话，其实也已经完全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了。声场给到的也是比较完整的，不会出现声底发虚，然后声音有气无力的那种情况。其实整体听下来H1000 Onveil 的已经给我们一种超出预期的这种感觉了。我们其实是很难把这副耳机简单的概括为就是前代的一个升级版，它更像是一个运用了新的技术，体现了 HiFiMan 的比较新的这种调音思路的标杆级的产品。当然呢，这个 Onveil 的版本的耳机所给到的这两块盖板呢，它对于这个声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仅仅是一个保护单元的作用。我们如果把这个盖板去搭到耳机上，再去让这个耳机出声，这个声音完全是怪掉的，大家不要这么去用。接下来这副耳机也会在我们人广门店去出样，感兴趣的朋友您尽管来听，我可以保证这个东西还是能给到您一些惊喜的感觉的。本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